家，今天呢我们要讲 iPhone 15 Plus 1个月的使用心得。在我手上这一支呢就是粉色的 iPhone 15 Plus， 那我现在配的是官方的细胶粉红色壳，这样子配就超可爱的，因为我觉得它的颜色就是非常淡的那种粉。但是说到官方我最喜欢的壳呢，其实我最喜欢的是 iPhone 11，它有一款透明的壳。然后自从 iPhone 12出了 MagSafe 之后，他们的透明壳都一定会有那个放大镜，所以我就非常怀念 iPhone 11的那款透明壳，就他们那个材质手感真的超级好。好，言归正传呢，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讲一下这款 iPhone 15 Plus 粉色系我用了1个月之后有怎样的心得吧。就是说这次新增 USB-C 啊，它的续航或者相机等等的，等一下都会分享给大家哦。那我们现在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吧。首先第一个要来讲当然是外观的部分啦。不瞒大家说呢，我会开始想要用15 Plus 有一半的原因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粉色吧。也不意外的，这次粉色的 iPhone 都卖得非常的好。那其实这也不是 iPhone 第一次推出粉色系，就是 iPhone 13嘛。但是我觉得这次 iPhone 15有一个很大的差异，就是它后面的玻璃是雾面处理的。就是其实在这一代之前，所有的数字系列一律都是亮面的玻璃，所以这次就会觉得这个粉色特别的粉嫩好看，然后雾面也不容易粘指纹，所以看了心情就非常的好。而且我前几天还不小心注意到，就是王祖贤出现的新闻，然后他手里拿的就是 iPhone 15 Plus 粉色，所以这个呢就是女神同款欸。然后另外这一次 iPhone 15它也升级了 USB-C 孔还有动态岛的部分。那 USB-C 还蛮方便的，就是现在大部分的科技产品都是用 USB-C 孔嘛。那苹果接下来的产品也会全面的 USB-C 化。那虽然说这次使用了 USB-C， 但是它的传输速度还是跟之前一样，不像这次 Pro 系列他们是有升级 USB 3.0 的传输速度，就是现在15 Plus 还是维持 USB 2.0， 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啦。就除非你的电脑是用 PC， 然后你很常需要手机传电脑这样子。那也要称赞 MacBook 一下，因为 MacBook 跟 iPhone 就是用 AirDrop 对传，我自己觉得非常的方便，就是还蛮推荐。如果你平常手机是用 iPhone， 电脑就是极力推荐你也选 MacBook。虽然从 PC 换过来要适应一下，但是我觉得超值得的。这部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我再另外做一集从 PC 换到 MacBook 的心得哦，真的有蛮多东西可以讲。那这一次数字系列也加上了动态岛，那这个部分比较特别的，就像是通知啊，或者是 App 的动态，如果有更新的话，就会直接从这个动态岛跑出来。像是倒数计时器或者 Uber Eats 这种正在进行中活动的 App， 它在上面就会显示一个小小的标识，你就可以直接点进去，我觉得还蛮方便的。那在重量的部分呢，15 Plus 它是201克，算是蛮可以接受的，跟我之前拿的14 Pro Max 或15 Pro Max 比起来都轻蛮多的。就补充一下呢，15 Pro Max 它的重量是221公克，然后去年的14 Pro Max 则是240公克，所以这3款都各差20公克这样。所以如果你想要拿大手机，但是又怕重的话，就真的可以考虑一下 Plus。那当然 Plus 跟 Pro Max 比起来还是会牺牲掉一些东西，我们等一下也慢慢讲到。再来讲到大家都非常在意的续航还有电量的部分，那我现在用下来大约是1天1充，然后前几天我刚好有一天整天都出门在外，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回家，然后电量是从100%用到了剩13%，就是总共14小时用了87%这样子。那我那天的活动就是偶尔会拍拍照跟录影，然后我那天没有打电动，然后偶尔会滑手机。那我觉得它的续航确实是有比15 Pro Max 好，因为我其实上个月就是2只手机都有测试。那我在上一部15 Pro Max 1个月心得里面也有讲到说我会换到15 Plus， 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它的续航哦。那虽然说我觉得它够用，但是我觉得它好像还可以再更好。因为你想想看，这次是新手机哦，也就是说它的电池是在最好的状态，用一整天都只剩下13%了，何况是之后它电池一定会慢慢老化。那这样子之后出门不是就会蛮焦虑的嘛？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还要再观察一下。那讲到电量，就一定要讲到发热的部分。平常不管是录影或拍照，或是打游戏，它都不会发热。但是有一点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充电，就是平常如果你是用那种充电脑很高瓦数的充电头，例如说60瓦或者90瓦的快充，有时候充它会热到我有一点害怕，就是那个温度突然飙得太高了，感觉对电池也不太好，所以我后来就尽量不要用那种充电脑的充手机这样子。然后再来讲到它相机的部分，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学到的相机小技巧，这是我一个空姐朋友教我的，这边教给所有你觉得 iPhone 拍照不好看的人。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拍照的视窗把它往上滑，就会出现这个功能列表嘛。然后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曝光的按钮，就是这个加减值，把它调到加 0.7， 这样子拍出来的肤色会比较亮，但是又不至于过曝。然后这边还有另外一个可以调整的，就是我们先把曝光关起来。然后看到第3个，这个是摄影师风格，它里面有不同的色调，例如说对比啊、暖色跟冷色。那我这边都会选择冷色，就是拍出来你的照片虽然会偏冷，可是你的肤色是不会跑掉，就是看起来还是非常的自然。但是如果你不讲的话，其实根本就看不出来原来这是有调过的这样子。那如果你希望把以上2个选项设成预设值的话呢，可以到设定里面，打开设定之后呢，往下去找到相机这个选项，然后里面去找到保留设定。然后里面就有一个曝光调整，把它打开，然后回到上一页呢，往下滑去找到摄影风格，这个蓝色的摄影风格，
里面呢，你就往后滑去找到冷色，然后按下面的使用冷色风格。接着我们就是回到相机，然后再看一下你的曝光是不是停留在加 0.7。那这样设完之后呢，以后它就会固定使用曝光加 0.7，还有冷色调，推荐给所有的女生。就是调完之后拍照起来肤色都比较好看，就是比较不会容貌焦虑的感觉。然后另外在相机的部分 Plus 它也是双镜头配置，就是超广角跟主镜头。那我觉得这两颗镜头跟 Pro Max 平常拍照起来不会差到非常的多，但是一些比较特殊的环境，例如说你要拍微距，或者是比较暗的地方，或者是你今天要拍远景，可能就要稍微考虑一下 Pro 系列。那其中我觉得比较重要就是看你会不会使用 Pro 系列的长焦镜，也就是3倍或5倍的变焦。那像我之前也是花了一阵子才发现长焦镜是好用在哪里，因为像我们现在的15 Plus 它最高就是2倍的变焦嘛，而且它是用主镜头裁切去2倍的。但是如果你今天是 Pro 系列，你可能是 Pro 的3倍，或者是 Pro Max 的5倍。那我自己使用下来，我觉得3倍拍美食或者是宠物啊、小孩都非常的好用。因为假设我们今天在餐厅啊，你拍食物的时候不是都会从上往下照嘛，然后你可能手在这边就会挡到光源。但如果你今天有3倍镜的话，你就是可以远远的拍，然后不会挡到光源，然后你构图的选择性也比较多。然后另外像是你在拍宠物或是小孩的时候，就不用靠很近，因为像我家的猫，平常我去靠近它的时候就会跑走。那这个时候呢 ，Pro 系列长焦镜就非常好用。所以就是看你自己使用相机的情境来选择。但是就我自己使用上来说，其实没有长焦镜也不会怎样，就使用的频率也没有到很高，所以我才会觉得说15 Plus 也 OK 这样子。然后还有另外一点呢，就是15 Plus 它最高也是可以拍到4800万像素的。这个部分呢，我们要到设定里面去把一个设定打开哦。首先一样打开设定，然后我们一样去找到相机，然后在格式这个选项里面，在最下面呢有一个解析度控制项目，把它打开，然后接着我们回到相机，然后在上面你就会看到这 HEIF 最高有没有？把它打开就是拍摄4800万画素的照片。那如果关闭的话，平常就是2400。那这个部分跟 Pro 系列也有一点小小差距，就是它没有办法拍摄 RAW 档。那 RAW 档的差别就是它会保留更多的照片细节，例如说色彩或是光影，所以大部分的人可能就是事后会去调色之类的，等于它是一个比较专业，然后保留给 Pro 系列的选项。还有另外的差别就是 Plus 它的萤幕刷新率最高是只有60 Hz。那有些人会还蛮在意这一点的，就是觉得说换到 Pro 系列它有最高120 Hz， 像滑手机啊或者打电动都会比较爽。那我觉得这部分就是看个人喜好。那以我自己来说呢，其实我对萤幕刷新率敏感度蛮低的，就是用起来我觉得没有差很多，但是每个人感觉不一样啦。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Plus 它没有最新的动作按钮，就是这个静音键呢，现在 Pro 系列都换成了动作按钮。那个动作按钮它就是里面有不同的预设功能，例如说你可以换成相机啊，或者是现在有一个最新的功能是可以直接开始翻译，就是说你今天出国你就按一下那个动作按钮就可以直接开始翻译。但是现在就是数字系列是没有这个最新功能的。然后最后还要提到有很多观众也有买15 Plus， 然后他们就会来我这边留言反馈。那我觉得大部分的留言都还蛮正向的，就是觉得换到15 Plus 之后还蛮值得的。那我自己也是一样的感觉，但是我身边也有不乏许多觉得 Pro Max 也很好用的朋友，就他们觉得这一代的拍照是真的还蛮不错，所以就是看大家依照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咯。那这支15 Plus 我应该也会一直用下去。那不知道大家感觉怎样呢？最后大家选择了哪一支，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。那我们今天呢15 Plus 1个月的使用心得就介绍到这边。影片最后呢，记得分享这部影片给你周遭考虑换 iPhone 15的朋友。然后最近呢，我们的频道会员开始了一个新的项目，就是我会在每个月的月初提供3张桌布，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。那加入的方式就是按下这个加入的按钮哦，然后选择一个方案加入就可以了。那我们会员福利的发放方式就是在频道的页面，它这边有一个选单往右滑，你就会看到有个会员专区，那所有的通知啊还有福利就是在这边发放这样子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这边，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